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生很多真正重要的事情都不是一瞬间完成的？感情不是突然就稳定，事业不是突然就成功，修养不是突然就成熟。一个人的格局、能力、名声、财富也不是一夜之间就长出来的。可是现代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太急，刚开始学一件事就想立刻变高手，刚开始经营感情就想马上看到承诺，刚开始做事业就想快速爆红，刚开始改变自己就希望人生立刻翻盘。但易经第53卦封山见讲的正好不是快，而是慢，不是停下来不动，而是一步一步往前走，不是没有进展，而是用正确的顺序让事情自然成熟。封山见，上卦是巽，巽为风，下卦是艮，艮为山。风在山上吹，不是一吹就把山吹倒，也不是一吹就让万物立刻开花结果，而是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慢慢渗透，慢慢影响，慢慢改变。这就是见的精神。见不是拖延，也不是消极，更不是什么都不做。见是知道事情有它的时机，知道成长有它的顺序，知道真正能长久的东西一定要慢慢建立。卦辞说见女归吉，利贞。这句话表面上是在说女子出嫁依照礼法一步一步进行，这样就吉祥，而且适合守正。古代婚嫁不是今天喜欢明天就冲去成亲，而是要经过提亲、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，每一步都有秩序，每一步都有确认，每一步都代表关系不是靠一时冲动，而是靠长久承诺。所以封山见不是只谈婚姻，它讲的是所有需要慢慢成就的人生大事。一段关系要见，一份事业要见，一个人的修养要见，一个家庭的稳定要见，一个请牌的信任要见，一个人的命运转变也要见。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一个很想立刻看到成果的阶段，这一卦就是提醒你，不要因为结果还没有出现就怀疑自己走错路。有些事情不是没有结果，而是根还没有扎深。不是老天不给你机会，而是你还在累积让机会承载得住的能力。大象传说，山上有木，坚，君子以居贤德善俗。山上有木，树木不是一天长大，它从种子开始，先往下扎根，再往上发芽，然后经历风雨，慢慢长成能够立在山上的大树。山本身是稳定的，木本身是生长的，稳定之中有成长，成长之中有根基，这就是见卦最重要的画面。君子看到这个卦象，就知道一个人要先让自己住在贤德之中，再慢慢影响风俗。这句话非常深，它不是说你要立刻去改变别人，不是说你要一开口就教育世界，也不是说你要用声量压过所有人。他说的是，你要先把自己活成一种稳定的德行。当你的言行一致，当你的选择有原则，当你的做人处事让人信任，你不用大声喊，身边的人自然会被你影响。所以见卦真正的核心主题就是所有长久的成就都来自有顺序的成长。人生最怕的不是慢，而是乱。慢没有关系，只要方向是对的。慢没有关系，只要每一步都在累积。慢没有关系，只要你没有偏离正道。真正可怕的是，看别人快，你就乱了自己的节奏；看别人成功，你就怀疑自己的路；看到短期没有成果，你就开始放弃原本该坚持的原则。见卦告诉你，当你在感情里，不要急着逼对方承诺，而要观察彼此是否能一步一步建立信任。当你在事业里，不要急着追求爆红，而要先让能力、产品、服务、口碑慢慢成熟。当你在财务上，不要急着赚快钱，而要建立稳定的收入、纪律与风险意识。当你在人生低谷里，也不要急着否定自己，因为山上的树常常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先长根。接着我们看6个爻辞。
剑卦六爻用的是鸿雁一步一步飞行停留的画面。鸿雁是一种有秩序、有方向、有群体节奏的鸟，它不是乱飞，而是随着时令迁徙，依序前进。六爻就是用鸿雁从水边、岩石、陆地、树木、高陵一路到达高处的过程来比喻人生的进展。初六爻说：鸿渐于干，小子立，有言无咎。鸿雁慢慢来到水边，这是刚开始的阶段，还没有真正飞高，也还没有真正安定。小子立，有言，代表年轻、初学、刚起步的人，容易遇到危险，也容易被人批评。这一爻很像人生刚开始做一件事，你刚开始创业，别人会说你不稳；你刚开始学习，别人会说你还嫩；你刚开始改变自己，身边的人可能会怀疑你只是一时兴起；你刚开始一段感情，也可能因为还不成熟而被人议论。但爻辞最后说无咎。为什么无咎？因为一开始被批评不代表你错了，一开始不稳不代表你不能成功，一开始站在水边代表你还在适应环境，还在熟悉方向。这一爻给人的建议是，赶起步时不要太在意外界的声音，但也不要完全听不进提醒。你要知道自己还年轻，还需要谨慎，你要接受自己还不成熟，但不要因此放弃。最重要的是先站稳第一步，不要一开始就想飞到最高处。九二爻说：鸿渐于盘，饮食看看，吉。鸿雁慢慢来到磐石之上，开始安稳的饮食，心情和乐，这是吉祥的。磐石代表稳固的基础，从水边到磐石，代表你已经从不安定的状态走到一个比较稳的位置。你开始有基本成果，开始有人信任你，开始能够安心累积。这一爻对应到人生，就是当你经过最初的摸索之后，慢慢找到节奏。工作上你可能找到合适的方向，知道自己该深耕什么。感情上彼此慢慢建立安全感，不再只是激情，而是能一起吃饭、生活、分享日常。财务上你可能不再只是赚了就花，而是开始有稳定收入与基本储蓄。学习上你不再只是看热闹，而是开启真正进入系统。这一爻的重点是，当基础稳了，要懂得珍惜，不要又因为贪快而离开磐石。很多人好不容易走到安稳的位置，却开始嫌慢、嫌平淡、嫌不够刺激，于是又去追逐高风险、高波动、高诱惑的东西，结果原本能慢慢变好的局面又被自己打乱。所以九二提醒你，真正的吉祥有时候不是轰轰烈烈，而是安安稳稳。能安心吃饭，能踏实工作，能稳定进步，能跟值得信任的人慢慢同行，这就是福气。九三爻说：鸿渐于陆，夫征不复，复运不遇，凶，利巨寇。鸿雁来到陆地，本来应该是更进一步，但这里却出现凶相。夫征不复，复运不遇，象征失去平衡，离开正道，进展中断。利于寇，表示此时最重要的是防范外来的侵害，守住界限。这一爻是在说，人生渐进的过程中，最怕走到中途开始偏掉。你可能原本是为了好好经营事业，但中途被短期利益诱惑，开始做不该做的事。你可能原本是为了稳定感情，但中途因为外界诱惑、暧昧、情绪冲动，使关系失衡。你可能原本是想累积财富，但看到别人快速致富，就跑去投机，最后不但没有赚到，还破坏原本的根基。夫征不复，就是该回来的人不回来，该守住的位置没有守住。复运不育，就是本来应该孕育成果，最后却无法成型。这一爻非常像半途而废或中途走偏，所以九三给人的建议是，当你已经走到一半，更要小心诱惑。不要因为有了一点成果，就以为自己可以不守规矩；不要因为关系变熟了，就开始不珍惜；不要因为事业有起色，就忘记初心。利于寇，
不只是防外面的敌人，也是防内心的敌人。你的急躁、贪念、懒散、侥幸心、情绪化，都是会破坏进展的贼口。这一爻要你守住边界，重新把路走正。四爻说，鸿渐于木，或得其绝，无咎。鸿雁停在树上，可是鸿雁不是适合站在树枝上的鸟，所以这个位置其实不太舒服。但如果它能找到平直稳固的至岸，就没有灾咎。这一爻很像人生来到一个不完全适合你，但可以暂时安身的位置。比如你现在的工作不是最理想的，但可以让你累积经验；你现在的环境不是最舒服的，但可以让你学会适应；你现在的人际关系不一定都懂你，但其中仍然有可以合作、可以借力、可以安身的部分。四爻不是大吉，而是无咎，意思是不要期待此刻一切完美，但你要懂得找到可以站稳的地方。有些人一遇到不舒服就立刻想逃，一遇到不完美就觉得自己选错了，一进入新环境就要求所有人理解自己。但艮卦告诉你，成长有时候不是换到完美环境，而是在不完美的环境里找到能支撑你的那根横木。这一爻的建议是，当环境不完全适合你，不要急着否定一切，先找出可以利用的资源，可以信任的人，可以学习的部分，可以暂时站稳的位置。只要不硬撑在危险处，也不贪恋错误的位置，就能无咎。九五爻说，鸿渐于陵，复3岁不孕，终末之盛，吉。鸿雁飞到高陵，这是很高的位置，但爻辞却说复3岁不孕，好像长时间没有成果。可是最后说，终究没有什么能胜过它，吉。这一爻是艮卦中非常重要的一爻，它在告诉我们，真正接近成功的阶段，反而常常会遇到长时间的等待。你可能已经很努力了，能力也累积了，位置也比以前高了，但成果就是还没出来。你可能经营一段关系很久了，却还没看到明确的定局。你可能做事业很久了，品牌有口碑，专业也成熟，但真正的大机会还没到。你可能修行、学习、创作累积很久了，但外界还没有给你应有的回报。这时候最容易焦虑，因为你明明已经不是初学者，明明已经走到高处，为什么还没有结果？九五说，3岁不孕，不是永远不孕，而是时候未到。真正成熟的果实需要时间，真正深厚的关系需要时间，真正能长久的成功需要时间。终末之盛，吉。意思是，只要你守得住，只要你没有被短期挫折打败，最后那些急着超车的人未必能胜过你。因为你走的是正路，你的根基够深，你的德行够稳，你的方向没有乱。这一爻的建议是，当你已经走到一个高阶段，却暂时看不到成果，不要急着推翻自己。你要做的是持续养成，持续守正，持续等待成熟的时机。不要因为3年未见成果，就去选择3天见效的捷径，那种捷径往往才是毁掉你前面累积的陷阱。上九爻说，鸿渐于陆，其羽可用为仪，吉。这里的陆有些解释作高而平的地方，也有人理解为鸿雁完成了渐进之路，它的羽毛甚至可以作为礼仪装饰。意思是，一个人的修养与成就已经不只是自己得利，还能成为别人仰望、学习、效法的典范。这是艮卦的最高境界。刚开始你只是想站稳自己，后来你开始建立基础，中途你要防止走偏，再来你学会在不完美的环境中安身，接着你在高处忍受漫长等待，最后你的人生累积成一种风范。其羽可用为仪，代表你走过的路，你的品格，你的节奏，你的坚持，最后会变成一种可以让人参考的标准。很多人以为人生的最高成就是名利，其实艮卦告诉我们，最高的成就是你的存在本身就成为一种秩序。
你不需要一直证明自己，你的行为已经有分量。你不需要一直说服别人，你的经历已经有说服力。你不需要急着教导所有人，别人自然会从你身上看到什么叫做稳，什么叫做正，什么叫做长久。这一爻给人的建议是，当你真的走到成熟的位置，要记得你的影响力不只是来自成就，也来自品格。不要到了高处就骄傲，不要有了名声就失去谦卑，不要成为别人眼中的榜样之后，反而忘记自己当初是如何一步一步走来。把六爻合起来看，封山剑其实就是一张人生进阶图。初六，刚开始时会不稳，会被批评，但只要谨慎就无咎。九二，找到基础后要珍惜安稳，不要贪快。九三，中途最怕走偏，要防诱惑，防失衡，防内心的贼寇。四爻，环境不完美时要找到可以安身的支点。九五，高处未必立刻结果，要忍得住长时间的等待。上九，真正成熟之后，你的生命会成为一种典范。所以剑卦不是叫你慢慢拖，而是叫你有顺序的前进。当你在感情中遇到问题，剑卦会建议你不要急着逼出答案，而要看彼此是否一步一步建立信任。刚认识时不要太快投入全部，稳定后不要因为平淡就乱找刺激。中途遇到诱惑要守界限，关系不完美时要沟通与调整。长期没有结果时，要看双方是否仍愿意守正同行。如果一段关系只能靠冲动维持，不能靠秩序成长，那它就很难长久。当你在事业中遇到瓶颈，剑卦会建议你不要只看眼前爆不爆，而要看你是否累积了真正的能力与信任。观其不被批评很正常，找到基本客群要稳住，中途不能为了利益破坏信用，环境不理想时要先找支点，成果迟迟未放大时要继续深耕。事业最怕不是慢，而是还没成熟就硬要放大，最后根基撑不住。当你在财务中感到焦虑，剑卦会建议你不要被快速致富牵着走。真正稳定的财富多半不是靠一次暴冲，而是靠收入、储蓄、纪律、投资、风险控制一步一步形成。你可以慢，但不能乱；你可以追求成长，但不能失去判断；你可以想赚更多，但不能让贪念变成你的主人。当你在人生低谷中觉得自己走很慢，剑卦会告诉你，慢慢来不是失败。有些人现在跑得很快，是因为他们只走短程；有些人现在看起来不起眼，是因为他们正在长根。不要拿别人的花开来否定自己的扎根期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令，每件事都有成熟的时间。封山剑最深的智慧，就是它让我们重新理解时间。时间不是敌人，时间是筛选器。时间会筛掉虚假的热情，留下真正的承诺。时间会筛掉短暂的诱惑，留下真正的价值。时间会筛掉急功近利的人，留下愿意守正的人。时间也会让那些一开始看不见的努力，在某一天变成别人无法忽视的成果。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做一件需要长期累积的事，不要因为慢就否定它。你要问的不是为什么还没成功，而是我今天这一步有没有走在正确的路上。你要问的不是别人是不是比我快，而是我有没有比昨天更稳。你要问的不是结果什么时候来，而是当结果来的时候，我是否已经准备好承接。剑卦的急不是暴起暴落的急，而是水到渠成的急。它像一段真正成熟的感情，不是靠一时激情，而是靠长久信任。它像一棵山上的树，不是靠一天拔高，而是靠根深叶茂。它像一个人的德行，不是靠口号包装，而是靠日常选择慢慢养成。它像一份事业的口碑，不是靠一次宣传，而是靠一次又一次让人安心。最后，封山剑要送给我们一句很重要的提醒，人生不是只有快的人才会到达，很多真正走得远的人都是慢慢走，稳稳走，正正走。不要小看每天一点点的进步，
不要轻视每一次守住原则的选择，不要因为暂时没有掌声就怀疑自己的价值。只要方向正确，慢就是力量；只要根基稳固，等就是累积。只要你没有偏离正道，时间最后会站在你这边。如果你最近也正处在一段需要等待、需要累积、需要慢慢成长的阶段，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现在最需要建的地方。是感情需要慢慢建立信任？是事业需要慢慢累积口碑？是财务需要慢慢稳住节奏？还是你正在学会不再跟别人的速度比较？也欢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那个最近很焦虑、很想快点看到结果的人。也许风山健最想告诉他的就是，不要急，你不是没有前进，你只是正在用更长久的方式走向真正属于你的成熟。